表哥欠我20万，迟迟不还，却在朋友圈晒新买的奥迪，找他要账，永远都是那句没钱，有了再还你。他爸妈还怪我没事找事。你表哥马上要结婚了，这时候要钱你觉得合适吗？你妈生病又不是我们造成的，别把压力甩给我们。我气个半死，直接说钱我不要了。表哥家却崩溃了，死活求着要给我还钱。这事情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1个月前的周末，我在医院偶然刷到表哥朋友圈，瞬间火大。半年前，我妈查出肾病，每个礼拜要做3次透析，吃昂贵的进口药，我还请了个护工，经济压力陡增。几次找表哥要账，他都坚称自己没钱，结果几十万的奥迪说买就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立刻给他打电话，哥，行啊，买新车了。表哥理直气壮，要结婚了，没个像样的车怎么行？好，你结婚得有好车，那我妈看病需要救命钱，就能拖着不还是吗？我忍着怒意，那你欠我的钱是不是？话还没说完，被他打断。你不知道，买车、装修，加上各种婚礼筹备都要花钱，我现在是真没钱了。这样吧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下个月定能给你还上。下个月，又是下个月，我真想骂人。2年前表哥找我借钱，信誓旦旦保证个月就能还上，出于对自家亲戚的信任，我毫不犹豫借给他20万，个月到期，我没催。半年过去，我没催。年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委婉问了下，表哥说手头还不太宽裕，不过让我放心，他有钱马上就给我。就这么拖再拖，他每次都是同说辞，没钱，有了立刻还我。哥，我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着急用钱，而且我不要你利息，只要那20万。我知道，可我现在真的分钱都拿不出来了，不骗你，再信他我就是猪。我斩钉截铁，不行，就今天，没钱就把你奥迪抵押了。表哥顿时语气有些怨怼，我的车是要当头车的，总不能因为二姑生了病，我连婚都不能结了吧？我真是服了，谁不让他结婚了？他想用飞机结婚都是他自由，但前提是能不能先把欠我的钱还了。我决定退步，那你先还我5万吧。5万块不多，但至少能解我燃眉之急。没想到表哥却开始批评我，小黄，为了几万块你跟我在这纠缠，你不觉得难堪啊？你好歹是个公司老板，做人做事要大气。我登时大怒，他明明知道公司加上我才3个人，给别人做账，每天照样起早贪黑挣辛苦钱，脏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毕竟是亲戚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。哥，这2年生意不好做，我没想到电话那头先不耐烦了。好了，后天就是婚礼，我忙得很，回头再说吧。说完，表哥就挂了电话。我气了个倒仰，想再打电话过去，却怎么也打不通。这时，周家大院里消息条接着条，原来是大舅在晒表哥新房，大理石瓷砖、真皮沙发、80寸电视、水晶吊灯、进口马桶。大姨点了个赞，房子装修的真不赖。紧接着，舅妈又晒出了香格里拉的超大无柱宴会厅，婚宴20桌。要不是亲家的身份不能太高调，我们肯定要更隆重点。二舅感慨，点成这次结婚，大哥大嫂花了不少钱吧？舅妈得意洋洋，就这么个儿子，花多少不都是应该的吗？而且点成没跟我们要多少，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出的钱。大舅不无炫耀地说，亲家门第高，
我们家虽然比不上，但是也不能被人看扁了。群里顿时各种好话恭维，夸表哥是个孝顺孩子，大舅舅妈以后只管享福就行，羡慕表哥找了个好老婆，未来还有老丈人帮衬，定前途无量。我怒气更盛，把刚刚跟表哥说过的话给大舅和舅妈都发了遍。没想到两人的回复让我更加吐血。大舅说，结婚到处都要花钱，你这时候催你表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舅妈说，你妈生病又不是我们造成的，你不能把压力转移到我们身上啊。难以置信，这种自私又冷血的话是从自家亲戚嘴里说出来的。舅妈娘家远，交通不便，当初生了表哥后是我妈伺候她坐月子，表哥刚上初中，大舅舅妈就去外地打工，他借住在我家，住就是3年。表哥上大学，几家亲戚给红包，我妈给的是最后的。这些年我家对他们不说有大恩大德，至少也是能帮就帮，没想到却帮了群白眼狼，气得我晚上没睡着。第2天医院通知我住院费该续了，看着卡里的余额，我直奔表哥家。家3口正喜滋滋地布置新房，见到我，表哥笑容收敛，小黄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我都说了下个月会还你，你咋还跑家里来了？我挤出私笑，语气乞求，哥，医院那边催得紧，我是真没办法了，算我求你了行不行？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，大不了我姿态放低点，只要能要到钱。表哥却皱着眉不说话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深深理解什么叫欠钱的是大爷，要账的是孙子。我继续求他，哥，20万没有，5万也行，5万没有，那2万总该有吧？大舅不悦地啧了声，你这孩子怎么就说不听呢？没看我们这儿正忙着呢吗？我不甘心道，舅，我妈是你亲妹妹，不是外人，以前你们有什么忙，我妈可是2话不说就帮的。舅妈不乐意了，亲妹妹怎么了？早都各自成家了不是吗？你妈是帮过我们，但那都是她自愿的，我们可没逼她，点成明天就结婚了，你非要今天跑过来闹，安的什么心？我闹？我都低声下气的求他们了，怎么就是闹了？我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舅妈浑然不觉，说出的话越来越离谱。你妈好歹也是点成的长辈，就不能为她着想下？这病生的可真会挑时候。我还没说你们会气呢，我气得发抖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尼玛说的是人话！砰的声巨响，茶几上的烟灰缸被我摔得4分5裂，3个人都被吓了大跳。舅妈呆愣片刻，失声尖叫：“你干什么？要死了啊你！”我屁股坐到沙发上，反正你们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不走了。表哥勃然大怒，只好生好气跟你说话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就为了那么点钱，这2年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，你他妈丢不丢人？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，我去他大爷的！到底是谁忍谁？从前顾及大家是亲戚，很多事不计较罢了，真以为我是包子？我火力全开，把这家子白眼狼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舅妈跟表哥齐上阵，我们3个吵到脸红脖子粗，谁也不让谁。大舅怒斥我，到长辈家里大吵大闹，还摔打打，难道这就是你们家的家教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？我脸沉，我妈本来就因为生病花钱的事自责内疚，经常背着我偷偷抹眼泪，我怕她再有心理压力，所以今天到表哥家要账都没敢告诉他。看我不再吭声，表哥冷冷道，跟你借钱是把你当自己人，可你呢？你把我们当亲戚了吗？最后跟你说遍，钱的事等婚礼结束以后再说。
走的时候，我憋着肚子火，舅妈还在背后嘀嘀咕咕，点成结了婚就得马上要孩子，等生了孩子，要钱的地方更多了去了，哪有多余的救济他们？后悔，太后悔了，当初真不该信了表哥的鬼话，轻易就把钱借给他。我甚至萌生了去告他的念头，但是想通过起诉追回借款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这时堂弟给我发了条消息：哥，学校突然要实习证明，你公司给我开个呗，拜托拜托。虽然我这边焦头烂额，但堂弟的这个小忙肯定要帮。我回他：小事，谢谢哥。你不知道，没有这个就不让毕业。我好多同学都发愁呢。听了堂弟的话，个大胆的念头突然从脑子里浮现，心跳忍不住加快。这招说不定真能管用，就是太损了。可是不来点狠的，我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要回来。脑子里天人交战的时候，护工刘姐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心里咯噔下，赶紧接听。小杨，阿姨闹着要出院，怎么都劝不住，你赶紧过来吧。我惊，好端端的，我妈为什么要出院？还不是你救他们？突然打电话说了些有的没的。阿姨听完心情特别不好，说不想拖累你，非要出院。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火又起来了。我走以后，他们竟然还是给我妈打电话了。他们说了什么？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意思就是阿姨这病能不能治好还是未知数，钱花了大概率也是打水漂。小杨，你说说，怎么能对病人说这种话呢？太过分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死死攥紧手机，刘姐，我马上到医院。花了好几个小时，费尽口舌，总算是把我妈劝住了。对表哥家的憎恨达到了顶峰，几乎是瞬间，我就下定决心。我立刻给堂弟打电话：小雷，问问你们系同学，有谁愿意来帮我的忙？实习证明我包了，来的人越多越好。堂弟懵了：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请大家吃席。我又马不停蹄找了个广告公司，要求老板给我加急做个横幅。听了我的要求，老板头黑线：你确定是这几个字？我点头，字儿用金色，看着喜庆。还有，定要大，要醒目。横幅做好后，我给表哥发了条消息：点成哥。我反思了下，你结婚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确实不应该跟你要钱。他没回我，我继续发：自家亲戚，为钱伤了和气不好。他还是不理我。我又说：以后我绝对不催你了，你不用有负担，就当没借过我的钱。表哥这次终于回我了：你刚不是很厉害吗？牛逼哄哄的来我们家发疯撒野，现在知道错了。他噼里啪啦发来10几条语音，痛批我不懂事，没格局，让他很失望。等他骂够了，才终于道：既然你主动认错，这次我就不计较了，下不为例。哥，既然你不怪我了，那我明天带公司的人去吃席行吧。听我说不用急着还钱以后，表哥显然心情大好：来呗，你公司才几个人，又不是坐不下。堂弟那边很给力，不到晚饭时间，事情就办好了，全系200个人都能来。按你说的10人组，刚好分了20个组。我有些意外，都来。按我的预想，能来100个就不错了。我跟同学们说了你的事，大家都替你生气，说无论如何都得来帮你。正好明天是周6，路线我已经查好了，明早定准时到，所有人都听你安排，给我整感动了。好，明天全靠大家了。第二天我早早等在酒店门口，10点整，婚车车队抵达酒店。众人下车后，又是放鞭炮，又是拧喷花，还起哄着让表哥抱着新娘在院子里跑了好几圈，热闹了好久才算完。
表哥这才看到我，来得够早啊，不是说还要带公司的人吗？怎么就你个？我淡淡笑，都在里头坐着呢。舅妈听见这话不高兴了，点成咱们的酒席3808桌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让来，就随个200块，还不够盘菜钱呢。表哥仿佛才意识到这点，面上出现丝懊恼，我心里冷笑，果真不是家人不进家门，真不知道新娘子到底看中表哥什么了。舅妈、哥，你们放心，我跟员工们都说好了，礼数上绝对差不了，每个人签，就当是为我昨天的不懂事赔罪了。听到我这么说，2个人表情果然舒展多了。舅妈哼了声，这还差不多，但是你让他们都自觉点坐边上去，今天女方那边来的都是贵宾，好位置是留给他们的。表哥交代伴郎，你帮我盯着点，不要让些没眼色的人乱坐，尤其是给女方安排的那几张桌子。舅妈不住点头，对对对，表哥老丈人在体制内身居要职，是他领导的领导。丈母娘是3甲医院主任医生，他未过门的媳妇是大学老师，就连女方家的亲戚好几个人都是国企里的领导，难怪大舅要说对方门第高。自打定下这门亲事，表哥家见了路边的狗都恨不得炫耀翻，所以他们对这场婚礼十分看重。此时新娘子已经去楼上换衣服了，表哥在门口准备迎宾，大舅和舅妈直接跑到马路边候着，说是必须让亲家们来，就能看得见他们，以示尊重。其他人也是各司其职，只有我原地不动。表哥对我没有眼力劲的表现不太满意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去看看哪里需要帮忙，搭把手啊！没等我开口，伴郎从宴会厅的方向匆匆跑出来，神色凝重，点成，咱没走错酒店吧？表哥看傻子样看了他眼，你说呢？全市就这么家香格里拉，咋可能走错？那怎么里边坐的都是人？表哥显然没理解这话意思，你这不废话吗？坐的不是人还能是鬼啊？伴郎急得拍大腿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里头现在都坐满了，20桌全部。后面的话被大舅打断，点成，快看看谁来了。几辆车停在旋转门前，陆陆续续下来10几个人，走在最前面的2个正是表哥老丈人和丈母娘。表哥顾不得伴郎说什么了，殷切地挨个叫人。女方亲戚们交口称赞，新郎官今天可真帅，听说工作能力很出众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还是咱大哥会选女婿。表哥老丈人微微笑，别的都是其次，点成他是上进，待人真诚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他这2点。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了，我不禁腹诽，他周点成待人真诚，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骗子跟老赖了。大舅扯谎不脸红，亲家公，您眼光真准，点成这孩子从小就本分，也特别善良，更不会搞什么虚头巴脑的。表哥谦虚起来，我还要多努力，您就是我学习的榜样。舅妈也嘚瑟道，不是我自夸，我这个儿子虽然年轻，但最是稳重，遇事从来都不会咋咋呼呼，这点跟咱亲家公还挺像呢。大家都笑了。此时伴郎终于瞅准机会，凑近表哥说了句悄悄话。表哥声大吼，卧槽，怎么可能？在场人都被吓了跳，尤其是舅妈，才刚夸完表哥就被打脸。他尴尬地看了眼女方爸妈，然后嗔怪道，你这孩子喊什么呢？表哥边懊恼自己的失态，边强笑，没事没事，肆意说有个东西找不到了，让我去看看。然后他把大舅拉到边，低声嘱咐，爸，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，千万不要现在去宴会厅。说罢他拔腿就跑。
我憋着笑跟上，哥，我也去帮忙呗。刚靠近宴会厅，就听到里头人声鼎沸，跟晚上8点后打折的大卖场样。表哥猛地推开门，眼前景象让他两眼黑。20张婚桌，座无虚席，打游戏的、嗑瓜子的、玩自拍的、睡觉的，甚至还有个大嗓门在背英语单词 abandon。而刚刚跟着婚车起来的地批宾客，此刻都尴尬地挤在角落。但一看到表哥就抱怨：点成，你们家到底请了多少人？现在都坐满了，你让我们坐哪儿？大姑，我没请这么多人啊。二舅白他眼，我问了好几桌，人说就是你请来的。急性子的戴姨继续输出：我真是搞不懂了，为了你结婚的事，我们几家又出钱又出力，结果到头来连个座位都没有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爸妈怎么想的？你们家攀上了个厉害的亲家，立刻就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了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表哥自己都没搞清楚状况，就被大姨好顿数落，他也不爽了。大姑，你是狗血短剧看多了，把脑子看坏了吧？大姨巴掌拍在表哥肩膀上，你脑子才坏掉了，天天在群里炫耀来炫耀去的，不是你们，给你们捧捧场，夸你几句，就真以为我们低你等了？你别忘了，这里每个长辈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都给你把过尿。几个气性大的长辈直接就要走人。表哥个头2个大，慌慌张张的拦了这个，又去拉那个。伴郎着急催促：点成，没时间再耽搁了，赶紧弄清楚怎么回事。表哥神色凛，时间确实不早了。先不说更多的宾客们很快就到，最可怕的是他老丈人就在外头，随时可能进来。他看了圈，发现坐着的个都不认识。你们走错场地了吧？赶紧都给我出去！但是他声音淹没在片嘈杂中，压根儿没人鸟他。表哥急了，伸手去扯离他最近的个女孩，却被女孩旁边几个男生狠狠推开。表哥大怒：组团来蹭吃蹭喝的是不是？这是你们该来的地儿吗？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大学生们不满了，七嘴八舌跟表哥吵起来。凭什么说我们蹭吃蹭喝？你可以骂我是穷鬼，但不能说我不要脸。我们大学生可不干那么没品的事。那位单词哥的声音最响亮：老子生平最恨2种人，种是欠钱不还的，种是对女孩动手的。什么叫不要脸？这才叫不要脸。大家说对不对？上百人异口同声：对。表哥听这话还了得，撸起袖子就要动手，结果被2个米8的男大轻轻松松就摁住了。他五官都气得变形了，叫保安，赶紧叫保安！场面顿时变混乱。早就站台上的我清了清嗓子，打开麦克风：点成哥，你冷静点，他们都是我公司的人。全场立刻安静下来。表哥皱眉：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里坐着的每个人都是我公司的员工，是你同意他们来的呀，你忘了？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？话说到半，表哥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脸色变了又变。黄星星，我去你大爷！原来是你叫这些人来捣乱，他们要是你公司的，我倒立吃屎！坐在最前排的堂弟突然站起来：各位，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？以信立身，以诚立业，诚信为基，信誉为帆，诚信为本，共赢未来。200个人高喊口号，气势那叫个恢宏。没喊句，表哥的脸就黑分。站我旁边的司仪目瞪口呆：我的妈呀，这到底是婚礼还是公司团建？大姨他们意识到刚刚误会了表哥，开始你句我句的批评我：小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弄这么多人来，不是胡闹吗？你这孩子平时看着挺懂事，
今天怎么闯这么大的祸？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？你表哥到底哪儿点对不起你了？是时候了。我招了下手，两个男生飞快冲上台，众目睽睽之下，10米长的横幅哗啦抖开，20万借款转贺礼，恭贺周典成先生新婚大喜。宴会厅里瞬间炸开了锅，表哥怔怔地盯着横幅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样。我扬声道：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今天带这么多人来真的不是砸场子，而是要给我的表哥，也就是今天的新郎，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此时宾客越来越多，秩序越来越乱，牵到台上的红色桌布被人抓掉了，通道两侧的鲜花被撞倒了，门口更是挤得水泄不通，外头进不来的人搞不清状况，都跟大一样，以为是南方安排不当，气到大骂：你们南方会不会办事？我们村里老人过寿都知道多摆几桌，就是这么抠门，干脆别办婚礼了，太傻逼了。头次参加婚礼连门儿都进不去，让我们站外头喝西北风吗？表哥脸色铁青，那眼神恨不得立刻把我生吞活剥，自己斥资准备要在老丈人面前好好表现番的婚礼，却被我给搅和的团糟。他不恨才怪了，但我根本不在意，拿着话筒继续道：哥，我的钱既然你不想还，就不用还了。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是见证，周典成欠我的20万，算作我送他的新婚贺礼，我俩的账比勾销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孤涌出来个肥胖的身躯，正是舅妈。她满头是汗，只顾着催促表哥：典成，外头都乱套了，赶紧让客人们先坐啊！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你看什么呢？舅妈顺着表哥的目光看过来，脚下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我今天带来200个人，20万每个人，平均下就是1000。舅妈，1000块的份子钱，不算失礼吧？舅妈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指着我结巴：你，大姨二舅他们都是脸意外。当初表哥跟我借钱的时候，特意叮嘱我不要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自家亲戚。我同意了，所以直到今天，周家大院里的人都不知道表哥借我钱这事。伴郎为表哥打抱不平：我兄弟欠你点钱怎么了？又不是不还你，你至于做得这么绝吗？现场也有些看不惯我行为的人帮腔：是啊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到人家婚礼上闹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种亲戚真可怕。我要是新郎，我现在立刻报警。我指着伴郎：哥们，这么为你兄弟着想的话，要不这样，这点钱你替他还我，这样债务就转移到你们俩之间了，反正你们是兄弟嘛，他肯定不会不还你。伴郎顿时屁都不敢再放个，直沉默的大姨父突然道：小黄他妈现在住院，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，20万不是小数目，说是救命钱也不为过。典成这边又是装修房子，又是买车，好几个20万都花出去了吧？众人看表哥的眼神都变了。婚礼操办丰俭由人，可拿着别人的救命钱来大操大办，说破天也不占理。表哥脸涨得跟猪肝样，舅妈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对我破口大骂：什么龟儿子，什么小畜生，什么狗娘养的，丝毫不顾忌现场有多少人在看笑话，甚至有人悄悄拿出了手机录像。大姨二舅他们实在听不下去，直接把他嘴捂上了。表哥阴沉着脸冲上台，拔扯掉横幅：你他妈闹够了没有？我淡淡笑：我没闹啊，老子今天的脸全被你丢光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现在赶紧带着底下那些人走。那怎么行？我口拒绝，我已经把话当众放出去了。
20万欠款算作我送你的贺礼，钱我都给了，那我们吃顿饭不过分吧？表哥额头青筋暴起，个字往外蹦。我周典成发誓，欠你的钱定会还你。我不说话，婚礼结束就还。我还是不说话，2年的利息也给你算上。我扬怒，哥，你再这样，我生气了啊！我都说了，这钱不用你还，不用你还，怎么就说不听呢？而且等婚礼结束，你们家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万你再有了孩子，那可是大支出，千万别逞强。表哥口老血差点喷出来，我相信他现在掐死我的心都有了。司仪弱弱地问：周先生，咱们婚礼还能按时开始吗？宾客们也没耐心了，你们俩搞什么啊？婚礼还办不办了？典成，马上12点了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做？新郎官，本来就是你欠人钱，赶紧给他还了，不就得了？表哥又羞又恼，从衣服兜里掏出手机，飞速点了几下，钱给你转过去了，现在马上给老子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我点开微信，呵呵，确实赚了，但是只有5万块，真不愧是他，都火烧眉毛了，还敢敷衍我。我毫不犹豫把转账给他退了回去。表哥眼睛都瞪直了，黄星星，我草泥马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满意？相比于他的疯狂，我平静多了。哥，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才肯相信？钱我不要了。舅妈从台下冲过来，激动地喊：典成这婚要是结不成，我跟你没完！在司仪和众人的多次催促下，表哥只好再次拿起手机，这回他老实了点，给我赐姓赚了15万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，剩下的婚礼结束我马上给你，骗你我穷辈子。我没有立刻表态，表哥咬着牙，几经犹豫后跪下了。小黄，我跟你道歉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拖着你的钱不给，我昨天也不该说那些话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赶紧把钱收下行不行？舅妈快急哭了，钱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们家碰上你，真是倒了血霉了啊！我点点头，好吧，看在你求我的份儿上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表哥正要长出口气，没想到下秒我的话又让他头皮紧。我让他们给你腾出15桌来。为什么是15桌？我认真道，你要是给我20万，我就让他们都走，但你只给了15万啊，那就只能先走15桌了。表哥眼里的震惊点点放大，最后司理智消失了，他像只疯狗样扑过来要揍我。你他妈的，看老子今天弄不弄死你！周典成，你干什么？到急促又严厉的声音响起。大舅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，他旁边站着女方家所有亲戚，表哥老丈人和丈母娘眉头紧锁，脸失望。表哥浑身抖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瞬间就蔫了。舅妈彻底慌了，亲家公，今天的事儿可怨不得典成呢，您千万别误会，闹剧终结了，我拿回了属于我的15万，还开走了表哥的奥迪。车子名义上算我跟他借的，实际上是他欠我剩下5万块钱的抵押。这次我说什么都不肯退让，什么时候他把5万块还我，什么时候我再把车给他。反正已经闹这么大了，我无所谓闹得更厉害点。表哥差点给我跪下了，让他把新买的爱车给我开，不亚于要了他的命。但是当着他老丈人和所有宾客的面，大舅的老脸实在是挂不住了，他狠狠给了表哥个大逼斗。拎不清的蠢货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结婚了？这下可把舅妈心疼坏了，她哭着喊着护在表哥前面，你干什么呀？不去打外人，你跟儿子动手，闹事的又不是典成。为了这次婚礼，他把能借的都借了，你还要他怎么样？你给我闭嘴！
大舅脸色巨变，厉声打断舅妈。舅妈好像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立刻闭嘴。表哥不得不把车钥匙给了我，直到我们离开，他老丈人始终板着脸，没有说任何个字。我把昨晚连夜弄好的实习证明交给同学们，谢谢大家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的钱不可能要回来。堂弟说：“哥，你这就见外了哈。”其他人也说：“小黄哥，是我们要谢谢你才对，不费劲就拿到了实习证明。”单词哥兴奋地表示：“下次再有这种好玩的事，尽管找我们。”我被逗笑了，连日来压在心头的重担终于轻松了点。可表哥那头就没那么开心了。原来我们走了以后，女方爸妈当场悔婚，婚礼到底还是没办成。消息是大姨父告诉我的，老丈人追问了几句，他就老实交代了，办婚礼的钱都是他从各大网贷平台上借的，说是怕婚礼办不好没面子，更怕老丈人不满意。人家女方可没对婚礼提过什么要求，分明是他们自己虚荣。哪家父母愿意把女儿嫁给个负债累累的男人，尤其是个不诚信的人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我没有太大反应，更不会内疚，反正我不后悔。至于后面发生的事，归根结底是表哥咎由自取，可当事人显然不这么认为。当天晚上，我就被舅妈从周家大院里踢了出去。我反手建了个新群，除了表哥家，其他人都拉了进来。大姨，典城找你们借钱了吗？好家伙，张口就跟我借50万，当我是开银行的啊？我开银行，我也不借他。二舅也找过我了。二舅妈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敢借钱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没看小黄要了2年都要不回来吗？二舅，放心，我脑子有坑我才借。大姨父为我担忧。小黄，你大舅他们这次恨死你了，肯定要找你的麻烦。谢谢大姨父提醒，我有心理准备。果然，第二天，表哥家气势汹汹地冲到医院，要找我算账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昨天我就给我妈办理了出院，然后立刻转去北京求医，没找到我。气急败坏的表哥给我打电话，老子告诉你，躲哪儿都没用，你他妈毁了老子的婚礼，这辈子别想再有安稳日子过。我冷笑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你欠我的那5万，我已经把债权转让给别人了，那可是专业讨债的，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的。其实表哥在我这里早就信誉破产了，那5万我根本就没指望他能还我，所以我宁愿少拿20%，让他跟别人扯皮去吧。表哥大怒，对我极尽辱骂，还扬言要找人弄死我。周典成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找我借钱吗？个体制内在编人员搞网赌，算是严重违纪了吧？我威胁的意思很明显。表哥猛地住嘴，这几年他偷偷网赌，输了不少钱，连大舅跟舅妈的养老钱都赔光了，走了狗屎运，被领导看中，便卯足了劲要讨未来老丈人的欢心，结果最后竹篮打水场空，还欠下屁股债。要是工作再没了，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表哥沉默许久，电话那头隐约能听到大舅跟舅妈的争吵。都怪你，当初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把儿子害苦了。姓周的你有病吧？当初你不也不想还钱吗？现在成我个人的错了。我哪知道这小子就是个疯子。就在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表哥认命般说道：“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我的车总该还我了吧？”哦，车我用着呢，下个月再说吧。车都被我开到北京来了，还什么还？反正当初说的是借多久我说了算。表哥急了：“下个月不行，立刻给我！”我声音比他还大：“
你怕什么？我还能不还你？你自己说的，做人做事要大气。为了辆车，你跟我争来争去，你不觉得难看啊？表哥语塞，我心情大好，也该换他来体验下要不到账是什么感受。表哥咬牙切齿，黄星星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，彼此。有些人很会伪装，经历次借钱，才能知道是人是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